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宋威龙青金式演技炸裂，从爱木头到口碑冠军，他凭骄阳似我打赢了翻身仗。真的说，骄阳似我里的宋威龙这次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，把林宇森那股子隐忍克制、外冷内热的劲儿演得入木三分。从前段时间被吐槽7连扑，到如今热度峰值破3万，豆瓣7.4分拿下2025年现偶口碑冠军。这波口碑逆袭来得太突然，也太实在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被贴上木头美男、爱演技标签的宋威龙，竟然能靠着一部剧，把之前所有的质疑统统推翻，还赢得了医主级心动这样的高评价。这不仅是个人的突破，更让人看到了市场与观众审美评判体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数据为证市场用脚投票的逆袭曲线。骄阳似我的热度轨迹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逆袭剧本。这部剧在腾讯视频收官时，热度峰值达到了30130，打破了2024年以来的现偶剧热度纪录。更值得玩味的是豆瓣评分的变化。开播初期，这部剧遭遇了不少质疑，有人吐槽宋威龙演技木然，有人批评剧情节奏拖沓。但随着剧情深入，口碑开始发生逆转，最终在豆瓣开出7.4的高分，成为了2025年国产现代爱情剧的最高分，力压同档期《许我耀眼》《难哄滤镜》等众多作品。热度破3万，评分7.4，却仅有不足7万打分人数。这组看似反差的数据背后，藏着精准的受众定位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民狂欢式爆款，而是核心受众深度认可加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的精准爆。这种靠内容带热度的模式，比靠炒作带流量更稳，也更持久。从网络讨论风向来看，前期围绕宋威龙演技的争议声浪不小，什么神情木然、两眼无神、人机演技的标签满天飞。但到了剧集中后期，社交平台上开始出现大量逐帧分析他微表情、细节处理的深度贴，观众从质疑木讷转向医主及心动的赞美。这种舆论的转向，不是简单的粉丝控评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演技认可扩散。角色适配为何林宇森成了他的本命？说起来也奇怪，宋威龙演过那么多角色，怎么偏偏就是林宇森让他完成了这场逆袭呢？林宇森这个角色，在顾漫笔下是少见的又争又抢，却又极度尊重的现偶男主。他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外科天才，因车祸无法继续从医，转而投身商界，带着伤痛与隐忍，遇上聂曦光后才慢慢敞开心扉。外冷内热，有破碎感，有酥感，还有成熟的恋爱观。那句出圈台词“我在追你，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”，直接刷新了偶像剧男主的打开方式。宋威龙这次最厉害的地方，就在于他做对了减法。他不刻意耍酷，不硬凹霸总冰块脸，就用一双温柔拉丝的眼神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克制的肢体动作，便把心中的那一份动情和对你的在意都一一透了出来。白衬衫清俊，长风衣气场拉满，每一帧都藏在审美点上。但更难得的是，这一次大家不只夸他帅，更夸他演得好。他把林宇森的层次演出来了，从试探到坚定，从克制到奔赴，每一步情绪转变都自然不突兀。面对女主时的温柔，面对过往的脆弱，面对感情的坦荡，原来不是他不会演，只是之前没找对角色，没沉下心练。技法解码，从人机演技到青金式演技的修炼。宋威龙在《骄阳似我》中的表演，堪称一部减法表演的教科书。早期的他常被诟病眼神空洞，表情木讷，尤其在情绪爆发的戏份中感染力不足。但这次他摒弃夸张表情，
转而用微表情与肢体语言传递复杂情绪，并踏前攥拳隐忍落泪，血液时急而上时紧绷的下颌线，告白时手被抱起的青筋。这些被观众称为青筋式演技的细节处理，成了扭转口碑的关键。哭戏是他这次的最大亮点。车祸真相揭露时，他强忍泪光，喉结微颤，仅一滴泪滑落便将压抑到极致的痛苦传递得淋漓尽致，是克制到骨子里的隐忍。血液守护戏中，泛红的眼眶搭配喉结滚动，营造出帅到心碎的极致观感，让观众生出想冲进屏幕拥抱的强烈共情。最难得的是他对原声台词的精进，过往台词吞音问题在此剧中大幅改善。他为贴合精英医生设定，采用低沉温润的声线，配合气息控制的停顿，使表演更具沉浸感。有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在拍摄一场重逢吻戏前，宋威龙拒绝了按部就班的肢体排练，而是拉着对手演员将那段关键的台词反复打磨了17遍。他执着地追问着一个问题：你躲开我的那3年里，每次想起我，心头最先涌上的是酸楚还是委屈？正是这种对角色的深度理解与持续打磨的初心，让他的表演从无香的花开始焕发出新的气息。舆论转身，观众审美的进化与演员的共生。回顾宋威龙这些年在舆论场的经历，简直就是一部观众审美变迁的编年史。从早期爱演技、人机演技的群嘲，到如今对微表情、细节处理的逐帧分析，观众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。这种转变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因。首先当然是作品质量支撑，过硬的角色完成度是扭转评价的根本。林宇森这个角色被宋威龙演活了，从内到外的贴合度让质疑声自然消退。其次，观众的审美也在悄然成熟，大家厌倦了浮夸套路，对细腻、真实、有层次的表演需求日益增长。当看到宋威龙在剧中用微表情传递情绪，用克制展现深情时，观众发现原来内敛型的演技也可以这么动人。行业讨论也在深化，演技派标准开始多元化，允许并鼓励内敛型、氛围感演技获得认可。网友自发的被林宇森硬控2025年底完梗刷屏，不仅是观众对其哭戏的认可，更折射出行业对偶像剧声形合一表演标准的重视。这种演员的进步与观众审美的提升相互促进，共同推动了行业评价体系的优化。年轻演员们开始明白，流量与颜值之外，必须回归表演本身。逆袭之后，关于演员口碑重塑的思考。宋威龙的这波逆袭，其实是一场3重因素共振的结果。精准选角是机遇，遇到林宇森这样的好角色，是他的幸运。方法修炼是努力从木头演技到青筋式表演的蜕变，背后是他对角色的深度理解与持续打磨。市场审美变迁是环境观众对细腻真实表演的需求增长，为他这样的内敛型演员提供了舞台。从下一站是幸福的年下男友，到以家人之名的隐忍哥哥，再到骄阳似我的林宇森，宋威龙用10年时间走完了从偶像演员到实力派的转型之路。经历合约纠纷与3年沉淀，他通过中戏进修、话剧打磨实现逆袭。5年间无缝进组4部戏，以体验派方式深入角色。如今他成立个人工作室，专注打磨作品，从早期依赖外形的青涩演绎，到如今以细腻的减法表演塑造灵魂人物。他的演技蜕变在骄阳似我的林宇森身上完成了令人振奋的质变。国内娱乐圈帅哥从来不缺，但真正稀缺的是那些肯静下心来钻研演技、用角色讲故事的帅哥们。宋威龙这回可算是赢得挺漂亮的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条可参考的路径。在流量时代，
唯有将外在条件转化为内在的表演力量，用作品和角色说话，才能完成真正的职业蜕变，赢得持久尊重。在你看来，一个演员要想扭转口碑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遇到林宇森这样的好剧本与好角色，还是日复一日的自身苦练与演技方法的突破？